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1月1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1月1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44.87，收盘价是141.9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45.24，最低价是在140.08。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也在20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5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28倍量增。KD 值，快线是下穿了慢线，双线是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开启了下行的走势。MACD 快线下穿了慢线，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略长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开始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1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向下突破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是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即震荡下行，下方是在140附近遇到了支撑，然后在盘中出现了反弹，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那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这说明当日股价在下跌到低点的时候是有买盘的进入的，那但是呢很遗憾，有买盘进入，股价是出现了反弹，但是收盘价并没有重新回到20日均线值的上方。那这样一来就给股价日后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因为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股价出现回档的时候，一旦收盘价跌破20日均线值，将会开启空头趋势，也就是即将会进入到空头的一个趋势。对，但是呢当日的这根 K 线又含有长长的下影线，那这也是日后股价要反弹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这是一根还可以把它称作叫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对，好，那这样一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的走势我们要特别关注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11月18日，我们测算是在142附近，实际上就是前一个交易日收盘的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指的是盘中，如果能够在20日均线之上方运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尤其是如果是低开盘，然后呢到2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遇压力而不能突破，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新低，也就是较前一个交易日的新低。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同时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提到过，这是一个连三绿 K 线组合，这是一个上涨的 K 线组合，上涨动能的一个 K 线组合。那日后股价一定会上行，或者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那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虽然是有新高的出现，但是在之后股价一直是处于震荡横盘的一个走势中。我们在之前的交易日之前的视频当中曾经提到过，上方突破的目标是149，站上它将会继续上行，下方呢突破的目标是143.6这个位置。
那跌破这个位置，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那么我们会看到，在11月15日这根 K 线啊，选择了向下的突破。好，那这样一来呢，我们说在接下来的近2个交易日，如果股价不能够出现反弹的走势，然后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下行。那继续下行的支撑有2个，一个是这根红 K 的最低在140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连3绿 K 线组合的最低137，这2个位置将成为日后股价出现回档的强支撑。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45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在147附近。而实际在11月15日收盘价是在141.98附近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啊，虽然是方向上一致，但是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收盘价的性质也不同，走势也不同。好，那么股价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11月1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目前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132，在到达它之前，140和137是支撑。那么第二个目标，那么132如果被跌破，将会瓦解目前的多头趋势。第二个目标就是129，第三个目标是115。好，这是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上行，股价上行的目标不变，仍然是150。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目前这根新生成的这根红 K 的最高145，还有149，那么这2个位置将会成为股价上行的强压力。那么股价如果能够突破这2个压力，能够站上150，那么英伟达股价将会继续延续目前的多头趋势而继续上行。好，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1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147，是这根小红 K 线实体的中线。那么到了11月18日，我们要给出的位置是在147这个位置，是我们要给出的位置是142，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是在它的附近。那在次日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有反弹的走势。但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跌。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K 线信息。在11月11日当周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啊，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那么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上涨的行进中，然后是出现了回档，当周并没有新高的出现。并且呢，我们会看到当周的这根 K 线啊，是在5均值这个地方遇到了支撑，然后呢，收盘价是跌破了这根绿 K 的中线，这根绿 K 的中线是在142附近啊，这是一个支撑，对，一个股价回档的一个支撑位。那么还有一个支撑位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在135附近。好，那么
我们会看到当周的这根 K 线是出现了回档，成交量呢是抱有也不叫抱有大的成交量，是较前一个交易周啊是量增，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档的 K 线，成交量增，那么我们认为日后啊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回档的一个走势。那么目标呢就是跌破这根绿 K 的最低，但是呢一个支撑位就是5均值。对，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周的走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11日当周股价的预测。我们预测股价会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155附近，如果是收在高位。那如果出现回档呢，会收盘价在140附近。而实际呢，我们会看到在当周收盘价是在142附近，那恰巧呢，股价是在下方140这个地方啊遇到了支撑，然后又收盘价又回到了5均值的上方。好了，那么到了11月18日当周，我们要给出的预测是，如果股价是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48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如果是出现下行呢，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130附近，在这个位置。好，也就是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好，我们画的精准一点，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在周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145，也就是这根红 K 的实体部分的中线。股价反弹如果不能够站上这个压力位而出现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尤其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或者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呢在5均值遇到压力而不能突破，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跌破10均值而到达130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成本价是在147.6附近。好，那么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守20日均线值，之前我们给的是142，还有一个止损位是在137。那么到了11月15日这个位置呢，已经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么这个仓位是可以止损出场的。但是如果想承担更大的风险呢，可以守137，继续持有这个仓位。那么在11月15日收盘价在141.98这个位置，虽然我们刚刚说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但是在这个位置多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当然也不可以进场抢反弹。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空头。对，我们再来看看空头。空头现在要守的位置呢，我们认为就是这根红 K 的最高在145附近，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然后呢，
那目前空头的目标，我们认为应该是137和下方的132，是这两个位置。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1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是从145到145.5之间，是在这个区域。第二个压力位呢是149，第三个压力位是150。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142，我们把20日均线值放在支撑位。那么第二个支撑是140，是前低。第三个支撑是137，第四个支撑是13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1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42，上方最高会到达145。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44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4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最高会到达142。最低下方会到达138.5，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42附近。收盘价会收在141附近。好，也就是说，我们预测的这个股价继续下行呢，会继续收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有新低的出现，对，然后收盘价呢再回到前高的上方。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继续下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4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1月1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